今天来做个超简单又超级到位的浓厚虾酱海鲜意大利面。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我是 Chris。浓厚鲜虾番茄意大利面，还有牛肝菌意大利面，如果是本频道的老观众，肯定不陌生。食材很单纯，做法很费工，做出来的成果香气非常浓郁。那其实这个浓厚鲜虾面的做法，跟后来的龙虾浓汤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你们看看啊，浓厚鲜虾这边我把虾头先煸过，虾肉也煎过，再加入番茄炒过，最后加入水煮成高汤。而龙虾浓汤则是把虾头跟虾壳都烤过，龙虾肉也煎过。那炒番茄的部分呢，则是改成番茄糊，最后加入鲜奶油。也就是说呢，这个虾味跟番茄味这两个步骤是必要的。至于要把它们做得多浓郁，就看你下多少本跟功，这可以发展成酱或者是汤哦。而牛肝菌没别的，第一不好买，第二贵。但是呢，不管怎么做，要得到浓厚虾味这件事还是不容易的，对吧？于是这样的产品就诞生了。这是创威的浓厚鲜虾番茄牛奶意大利面酱，还有浓厚牛肝菌菇白酱。都是浓厚系列，我太喜欢了。调理包，对的，不要小看调理包啊！我在餐厅用过很多半成品，各种汤类酱类都有。说真的，做了好吃的品牌还真不多哦。像创威这两支的味道我这几天试下来，跟餐厅做出来的味道没什么两样，很厉害，味道很棒。像这个浓厚鲜虾的味道就非常的完整，虾膏还有番茄糊的味道都忠实呈现，而牛肝菌白酱一样也非常香浓。跟餐厅煮出来的味道简直是一模一样了。而且调理包不是要你打开来就加热，面拌一拌就端上桌，这是要辅助你做菜的其中一个环节，让你有更多心思在菜色设计上，增加出餐效率。你们应该有在外面吃连锁餐厅的经验吧？明明一样的料理，某分店难吃，某分店特别好吃，你看 Google 评论就知道了。一样的材料给你，有没有用心制作，结果当然不同。所以现在呢，我帮你们把酱准备好了。今天就带你们做一道豪华版的虾酱海鲜意大利面吧。另外这个牛肝菌白酱，我们就用芦笋做一道小菜。我们用芦笋、蘑菇搭配牛肝菌蘑菇白酱，就能做出一道高质感的开胃前菜哦。台湾的芦笋产季多集中在春夏秋三季，春夏两季都能常见到这种又粗又肥的规格。秋天相对比较细，冬天就算没有，还有进口货。芦笋对水分的要求度极高，根部一旦柴了，上半部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买回来的芦笋，你得拿个容器装水，插着放冰箱。切记芦笋要站立哦，不能放躺着。把你冰箱门边的饮料清掉，放芦笋吧。芦笋根部的纤维比较粗，通常会要你切掉或折掉。对的，折掉。很多厨师都会教你怎么把它折掉。但对第一次接触这种粗大的绿竹笋的人来说，除了前半段以外，后段都一样硬所以我们从根部摸起，大约2个指节长度就是它软硬的交界处了。这一端还有点韧性，不用担心，一口气折下去，这样就能把粗细的交界分开了。来看看断面，超级鲜绿，而且充满水分。把皮撕掉看看侧面，很明显的越接近底部，水分感就越来越少。但我知道你也会怀疑会不会误杀到嫩筋的部分我们把下半段的断口修整齐，很明显的可以比对出上半段的比较偏绿色，而下半段有一部分带点黄色。我们再从下半段的最底部切一刀断面，同时也会把上半段修整齐了，直接跟最底部的断面比，很明显左边是枯黄的颜色，虽然也是有水分，但是就不如右边来的有透亮感。再多切一刀看看状态的变化，一字排开，由左至右，颜色由黄逐渐转为绿色，而且越靠底部的断面会越模糊。这不是没对到焦是因为底部的纤维太粗了，就算刀再锐利，切下去也会不够平整。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得知，用折的方式确实有其道理因为嫩的支撑不住，自然就会断裂了。但毕竟用折的断口有点丑，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切的。刚刚折断的部分大约2个指节长，我们先从1个指节的长度切看看好了。你看超卡，用力，就像在砍柴一样嘛。所以我们再多抓1个指节的长度切下去，看吧，顺畅许多。断面确实是绿色，充满水分，而且这一支水都要喷出来了看有多新鲜。再来得削皮，刚刚你也看到了折断的地方皮多粗，削皮的位置你可以从上面开始弯看看，从顶端算起，1/4到1/3处都算柔软，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削，像我就习惯从1/3处削皮，上面留多少只是影响口感而已。削皮很简单，一般你放在砧板上躺平削就好了。但有时候芦笋跟你们一样不是那么直，放在砧板上不好滚动，所以厨师都是拿起来削，把削皮刀用食指、拇指捏着，再用食指跟中指夹着芦笋往前削。这样子不管芦笋多弯你都可以削啦，特别对于如果没这么粗的芦笋，拿在手上削就最方便了。切掉的根部跟芦笋皮不要丢哦，把它收集起来放冷冻，等量多一点拿去煮就变成芦笋汁啦。这是我们厨师夏天的饮料呢。从中间开一刀，叠起来再开一刀，1开4。好啦，芦笋的工作就完成了。蘑菇是种在培养土里面，所以你买到带土的蘑菇不用担心哦，这代表它没有洗过，你可以保存更久。但是要吃之前还是要洗啊，就算月底到了也不要真的吃土，快速丢进水里搅和一下，马上捞起来。当然如果量少，直接在水龙头底下冲洗也可以。很多泥沙吧。洗好了蘑菇放在网架上，拿去用电风扇快速吹干，把底部较干的部分切一点起来，接着切片就好了。烧一锅热水，加点盐烫芦笋，大约烫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捞起来马上泡水降温，最好是用冰水啦，你方便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烫芦笋的水先不要丢哦，可以作为你待会料理过程的高汤。热锅热油，等到温度很高的时候下芦笋，利用高温快速将芦笋煎上色。这一步用铸铁锅比较好操作，有些厨师也会用炙烤的方式帮助上色。总之这一步动作要快，尽量抓在30秒左右，免得芦笋过老。芦笋捞起来马上下蘑菇，可以补点油帮助导热，利用铸铁锅强大的蓄热力，让蘑菇快速产生梅纳反应。上色到这种程度，大约费时2分钟。这时可以来点奶油增加香气，也会帮助上色。继续炒1分钟，就会像这样子，非常焦黄了哦。来点白酒，绕2圈，这可以增加香气跟甜味。白酒收干以后，芦笋高汤进来，煮个1分钟，让蘑菇的味道释放出来。这时候牛肝菌白酱就可以进来了，把它们混合均匀加热就好了。浓稠度可以依照喜好用高汤控制，这就是厨师做菜的秘诀啊！即使有做好的红白酱，也不是直接使用，要发挥1+1大于2，才能增加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压低成本。把芦笋在盘里叠好，淋上蘑菇酱，我习惯收的比较浓哦，因为我不希望它留着到厨房室。这部分看喜好就好了。再来刨一点邪恶的帕玛森起司。好了，出餐。去哪里？在这边吃就好了啦。这种看起来很有质感又高级的料理，其实只要把最麻烦的酱料准备好，食材处理的细节做好，在料理的过程其实就很快很单纯，烫一烫煎一煎淋个酱就好了。重头戏来了，以前那道浓厚鲜虾面，因为跳过了制作虾酱的完整步骤，所以我没有直接称它为虾酱意大利面。而这一次我们有真真实实的虾酱啦。蛤蜊我强烈推荐你买能力范围内最大规格。之前做蛤蜊浓汤我们就做过实验，越大的蛤蜊得出的鲜味越浓厚。我放个10块钱在这边比看看有多大，可别告诉我道理你都懂，但是为什么10块钱这么小哦？像这种浓厚的酱搭配直面，你就得特别讲究。我今天用的是入模的2号直面，它除了有著名的弹牙口感，还具有粗糙的表面，对蘸付酱汁很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有厉害的虾酱，还有厉害的意大利面，完美开工。材料很简单，除了海鲜以外，就是配点洋葱跟大蒜而已。虾子留头尾开背去肠泥，今天不用再费心做酱汁了，所以整只虾连头一起下锅就好。重点是处理透抽部分，想做点小技巧，沿着鳍的交接处把皮扒掉，头拉出来，中间对开，左右两边的眼睛切掉，小心不要爆掉哦。身体划一刀摊开，把里面的膜刮干净，然后刀子的角度压低划刀，先打斜的，另一边你要打交叉斜线也可以，或者像我这样子打水平的也可以。好啦，这样子煎过它会卷起来翻出花纹，这可以有利于沾附酱汁，重点是看起来比较炫。滚水撒盐下面，像这种比较小的锅要煮意大利面，要像这样子慢慢往下推再松手，记得火要转小一点哦，不然会烧到手。没错，马上就进入到出餐的环节了。就说这样搞定了，其他都很简单吧。趁着锅子温温的时候，在锅子上擦一层薄薄的油，继续保持大火热锅，直到锅子表面冒烟，透抽下来。从有颗花的那一面开始煎，这边我们要以干烙的方式煎透抽，用这样子的方式煎会有一种烧烤的香气。
可以撒一层薄薄的盐调味。等到四周围都开始往内缩，用铲子在周围轻轻的铲。翻面。11. 这些焦黄的颜色就是它香气的来源啊。这过程很快哦，第一面煎大约1分钟，第二面我们大约30秒就要起锅了。先关火，锅子放着没有关系。煎好的透抽放到干净的砧板上，切成好入口大小就好。回到刚刚的平底锅，这时的锅巴已经很干了，也因为没有放油，所以不会变黏。我们大致把这些锅巴往旁边铲，并且锅内保持小火，下点油，炒洋葱跟大蒜。这边保持小火炒就好哦。炒出香气以后，拨旁边煎虾子。这一次我们就不需要很多油跟高温把虾头煸出香气了哦，只需要两面煎上色，有基本的香气就好。蛤蟆可以进来了，倒点白酒，转一点胡椒，盖上盖子，转小火把蛤蟆煮开。大概过了2分钟，先把打开的蛤蟆夹起来，虾子也夹起来。如果你的虾子比较小，大概煮1分钟就要夹起来咯。这样子你就得到一锅白酒蛤蜊还有虾味的高汤了。番茄进来，下入番茄是因为我们要让高汤的调性更接近于煮熟虾酱的味道。这样子待会虾酱进来以后，才会达到1+1大于2的效果。试一下汤汁，有番茄味道就可以了。虾酱也可以进来了，大概跟番茄的量差不多就好。混合均匀，加点煮面水，让它不要太过浓稠。面也可以下来了，快速炒开，让每一根面条都能沾附到酱汁。虾子跟透抽回锅复热，搅拌一下，让香气都融合进去。蛤蟆就不要了吼，最后再摆就好了。在锅内把大部分的面条卷在夹子上，走，起锅。锅底的料倒进来，夹子的面顺着往盘底插，一边转一边慢慢把夹子收起来。蛤蟆摆回去，虾子上来，一样给它跑一点帕玛森起司，都买了嘛，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再撒点巴西里做装饰。好了，出餐。这就是我们的超豪华浓厚海鲜意大利面。这道面跟酱的比例，我是比较喜欢收到刚好，不要剩太多。我知道很多人吃意大利面喜欢很多酱，但是对于这种特别香浓的酱汁，只要够沾附到面条，基本上味道就非常够了。你能吃到浓厚的虾味，还能吃到面条本身的口感。各位依照自己的喜好发挥吧。